乌克兰特种部队袭击俄罗斯境内，炸毁库尔斯克后勤大桥。乌克兰在空袭俄罗斯炼油厂叶卡捷琳堡发生大规模火灾。俄罗斯高层动荡，交通部长与副手暴毙，军方高官被捕。川普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战略支持升级。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为对俄作战做准备，德国备战态度积极。俄罗斯计划向伊朗提供浓缩铀，用于核设施发展。乌军成功反击俄机械化部队突袭，俄沙赫德无人机65%零件来自中国。乌军击退俄军进攻，多个战线交火持续。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的攻势持续升级，特种部队已深入俄境展开突袭行动。与此同时，乌军的战机也频繁空袭库尔斯克，成功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重要后勤大桥。RBC 新闻发布的前线视频显示，乌军特种小组在恶劣天气下深入俄罗斯后方，成功缴获装备后迅速撤回本方境内。尽管俄军几个月前声称完全收复了库尔斯克，但乌军的袭击几乎从未停歇。除了地面行动外，乌克兰战机频繁空袭库尔斯克，最近又摧毁了位于库里洛夫卡普塞尔河附近的一座大桥。画面显示，大桥爆炸瞬间闪烁火光，随之而来的是浓烈的烟雾。此桥是俄军的后勤运输要道，已严重受损，断成3段。自乌军去年进攻库尔斯克以来，已破坏多座桥梁，极大地切断了俄军的补给线。除了传统战机，乌克兰的无人机也在不断增强，成为打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力量。据防务快报报道，过去1年，乌克兰无人机的产量激增了 900%， 每年生产量已达到240万架。此外，欧洲盟国的援助也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无人机资源。乌克兰总参谋部还确认，对莫斯科的导弹工厂发起了攻击。此前，乌军无人机曾空袭了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化工厂，后者为俄军防空导弹提供关键零部件。袭击后，厂区遭到严重损坏，部分车间停产。除了莫斯科外，俄罗斯第3大城市叶卡捷琳堡近期也遭遇了大规模火灾。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还对俄军的一座炼油厂发动了空袭。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7月7日，叶卡捷琳堡的一座大型仓库发生火灾，且火势猛烈，现场不断传出巨响。实时监测数据显示，火灾面积已超过2500平方米，仓库几乎被完全摧毁。目击者提供的视频显示，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球不断喷发，消防人员正全力救援。部分俄罗斯频道推测，仓库内可能存放有军事物资，但莫斯科尚未公布火灾原因。作为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俄罗斯重要城市，叶卡捷琳堡也曾拥有众多军事工厂。值得注意的是，去年7月，乌克兰曾袭击过一座为俄军加工导弹的工厂，是否这次又是乌克兰再度发动袭击的原因，这一点尚不明确。然而，乌军的攻击并未止步，随后又袭击了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目标是伊尔斯克炼油厂。爆炸导致至少2个车间和1个油罐被击中。当地居民表示，在炼油厂附近看到火光升起。该炼油厂此前曾多次遭遇乌军的攻击，这也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最新一轮打击。与此同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前线，乌克兰军队成功击退了俄军的机械化进攻。7日左右，俄军3辆装甲车在摩托车队的掩护下，从米罗留比夫卡出发，向新经济城一带发起进攻。乌克兰无人机部队
通过 FPV 无人机精准打击，摧毁了俄军3辆装甲车，并用火炮摧毁了摩托车队，将俄军部队驱逐出战场。在南部战线，乌军还成功摧毁了俄军一门 BM-21 冰雹火箭炮，该火箭炮当时可能仍装载有弹药，遭到无人机攻击后立刻发生连锁爆炸，爆炸的火光在10公里外都清晰可见，爆炸威力巨大，几乎摧毁了俄军的阵地，烟雾弥漫，给敌军带来了重大损失。最近俄罗斯政界和军方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几位重量级人物相继离世或被逮捕，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俄交通部部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于当地时间7月7日在莫斯科奥金佐沃区被发现死亡，尸体被发现时在一辆私家车内，身上有明显的枪伤。俄罗斯官方证实了这一消息，但调查人员坚持认为斯塔罗沃伊特死于自杀，并且使用的是2023年内务部领导送给他的手枪。斯塔罗沃伊特曾是库尔斯克州的前州长，去年该州被乌克兰部队攻破，成为2战以来俄罗斯本土首次遭遇敌军入侵，而如今乌军仍在该地区保持着一定的军事存在。令人更意外的是，斯塔罗沃伊特在死前几个小时刚刚被免去交通部长职务。外界分析认为，这一事件可能与近几天俄罗斯交通领域的混乱局面有关，尤其是在航空方面，由于乌克兰无人机的威胁，莫斯科等地的机场都被迫关闭。根据不完全统计，俄罗斯近期约287个航班被取消，数百个班次出现了延误，机场一度陷入瘫痪，旅客们遭遇了极为拥挤的局面。与此同时，俄罗斯交通部的另一位重要官员安德烈·科尔内丘克也被曝突然猝死，年仅42岁。科尔内丘克曾负责交通部的土地基金，是斯塔罗沃伊特的亲信副手。据悉，他是在一次会议期间突发死亡。尽管莫斯科方面尚未对此做出详细回应，但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俄方高层频繁出现异常情况的局面。此外，俄罗斯禁卫军的前副总司令维特托·斯特里古诺夫上将也被曝已被捕。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透露，斯特里古诺夫因在新西伯利亚军事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挪用数亿美元资金而被逮捕。现年66岁的斯特里古诺夫曾获得多个荣誉奖项，佩戴着一身高级勋章，且常常出席官方典礼。然而，如今他已被关押在莫斯科的监狱中。当地时间7月7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这一决定与白宫上周宣布暂缓部分武器援助的立场相反。当天，川普与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进晚餐。在开场时，川普对记者表示，乌克兰正遭受俄罗斯的严厉打击，必须具备自卫的能力。美国将主要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帮助乌克兰抵抗来自俄罗斯的攻击。上周，美国五角大楼曾宣布，由于担心自身武器库存减少，决定暂停向乌克兰提供部分防空导弹、精确制导炮弹等武器。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表示，乌方已与欧洲盟国和一家美国防务公司达成协议，计划大幅增加无人机的生产，以确保乌克兰今年能够获得数十万架无人机。泽连斯基在7日通过 Telegram 发文指出，空中防御是保卫生命的关键，并强调乌方将研发拦截无人机的技术，以应对俄罗斯的长城见证者 Shahed 无人机。目前，乌克兰面临俄军密集的空袭。泽连斯基表示，过去一周，俄罗斯发射了约1270架无人机、39枚导弹和近1000枚滑翔炸弹。他强调，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至关重要，可以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安全。此外，7月3日，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就乌克兰问题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川普表示，
通话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普京则重申，俄罗斯不会放弃在乌克兰实现既定目标。川普在4日曾公开表示，莫斯科的行为只想继续杀戮，对此他感到非常不高兴。而在7日，俄罗斯发动了新一轮袭击，造成乌克兰4人死亡，30多人受伤。俄军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募兵中心。此外，俄罗斯还宣布，在乌克兰中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与乌军经过数月交战后，首次占领了该地区的一个村庄。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川普当天表示，我感到非常失望，我也不高兴。随着俄乌战争的不断加剧，欧洲各国的应对态度愈加积极。最新消息指出，欧洲最大港口之一的荷兰鹿特丹港正在为与俄罗斯的战争做准备。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该港口已开始为北约的军事物资预留专用码头，主要用于弹药运输。此外，鹿特丹港还规划了与莫斯科开战后的后勤路线，并敦促欧盟储备战略资源，如石油、铜、锂等关键物资。荷兰还计划定期举行2期演练，附近的安特卫普港也将参与协调。鹿特丹港作为欧洲最大港口，这一举动显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在欧洲大国中，德国的备战态度尤为明显。根据柏林的民调数据，已有 61% 的民众意识到战争可能蔓延至德国本土，并且超过1/3的人表示希望学习使用武器自卫。许多家庭已开始在后院建立避难所。德国总理梅尔茨上任前就强调了战争威胁，并推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费预算。这表明德国正在进行全面的心理动员，军事准备也在逐步升级，尤其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德国已逐渐成为支持乌克兰的最大援助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汉堡港同样是北约的重要战略港口，此前该港也做出了类似的战争准备。与此同时，柏林还与美国的卫星公司 Planet Labs 签署了合同，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考虑到年初白宫切断乌军情报供应，基辅需要更多独立的卫星系统，不能单纯依赖星链网络。此外，法国也为乌克兰提供了卫星情报支持。另一方面，乌克兰已开始批量生产155毫米的博格达纳 BT 牵引榴弹炮，截至2025年7月，乌军已收到5批此类火炮，目前正着手改进其机动性。综上所述，欧洲与乌克兰已经形成紧密的战略联合，双方正共同面对日益严峻的防御挑战。在以色列与美国联手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后，俄罗斯被曝将向德黑兰提供浓缩铀。与此同时，以色列表示将再次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俄罗斯准备为伊朗提供浓缩铀的技术支持。这一支持包括将伊朗的剩余铀运出，通过俄罗斯企业进行加工，并继续为伊朗的核设施提供能源。拉夫罗夫坚持认为，这些浓缩铀将仅用于和平目的，但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争议。不久前，以色列已重击伊朗的核设施，甚至美国首次出动 B-2隐形轰炸机参与其中。对此，以色列迅速回应，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其核计划，他们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规模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同时，以色列驻基辅大使迈克尔·布罗德斯基公开透露，以色列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他表示，已经将一批退役的爱国者和导弹送去美国升级改造，之后会送往乌克兰。不过，以色列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出确认。事实上，布罗德斯基此前曾表示，以色列已经向基辅提供了爱国者防空系统，但这一说法随后被以色列外交部否认。因此，可能以色列打算悄然运送援助，而不公开宣布，这也折射出他们在俄乌冲突中的微妙态度。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问美国期间与川普会面，川普在会面时表示，由于乌克兰遭遇严重打击，
美国将向其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但将以防御性武器为主。近日，乌克兰军方在顿内茨克州诺沃耶科诺米奇内附近成功击退了一次罕见的俄军机械化突袭。报道称，俄军一支由3辆车辆组成的纵队从米若留比夫卡出发，试图推进至该镇。虽然2辆车突破至镇郊并卸下步兵，但最终都被乌军封锁并击退。此外，在沃里西夫前线，一名俄军士兵试图投降，却被自己军队击杀。该士兵在举白旗示意投降后，跟随乌克兰无人机指引行进。然而，当俄军指挥官发现后，他下令炮击，将其击毙。炮击未能成功后，俄军又派出猫尼亚自杀式无人机，最终将士兵击中。整个事件被乌克兰空中侦察单位记录下来，但未能制止。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正在大力提升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国防快报 Defense Express 报道称，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在短短1年内激增了 900%。目前，乌方每月生产超过20万架无人机，用于战场上的后勤支援与侦察任务。然而，俄罗斯也在加速增强其武器与无人机生产能力，且其中大量依赖中国零件。据 Nikita 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显示，俄罗斯的沙赫德无人机中，中国零件的比例高达 65%。此外，在天竺葵2无人机中，原本由美国提供的零件已被中国制造的部件取代，并安装了新的天线，以提高电子战防护能力。相关照片展示了这些无人机的规模与结构。对此，乌克兰政府正在考虑对向俄罗斯供应关键零件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并已正式向北京提供相关证据，要求中方履行国际制裁责任。乌克兰方面表示，迄今为止，北京尚未对俄罗斯的采购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乌方强调，一旦启动制裁，合作国也将采取相应措施，限制中国零部件流向俄罗斯军工体系。2025年7月8日，俄乌战争已进入第1231天，战局依然僵持不下。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最新战报，在过去24小时内，俄乌两军共发生了188次交火，主要战斗集中在波克罗夫斯克、莱曼、辛帕夫利夫卡以及库尔斯克苏梅边境等区域。当天，俄军向乌军阵地和定居点发射了5166枚炮弹，投掷了112枚滑翔炸弹。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则对俄军的18个集结地进行了打击，摧毁了3个炮兵系统、1个指挥所及1处军事设施。综合媒体报道，各主战场战况如下：霍尔斯克至苏梅边境，乌军在48小时内取得进展，已将控制区扩大到苏贾南部地区。乌克兰空军频繁进行越境打击，摧毁了俄军的指挥所、炮兵阵地和装备集结地。根据俄罗斯军事媒体报道，损失严重的俄军已开始从金德拉蒂夫卡和奥列克西耶夫村撤离，乌军重新控制了这些定居点。哈尔科夫以北，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和泽莱涅方向发动连续3天的炮兵支援步兵突击，但未能突破乌军防线。卢甘斯克方向，俄军对库皮扬斯克和莱曼发起多轮小规模机械化进攻，均被乌军第3亚速军击退。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占领了索博利夫卡，但尚无独立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托雷斯克方向，俄军利用高强度炮击和无人机对乌军阵地进行持续打击，乌军通过顽强防守和 FPV 无人机精准打击俄军摩托步兵，成功稳住战线。尽管俄军摩托车冲锋队机动迅速，但由于缺乏防护，士兵伤亡惨重。辛帕夫利夫卡方向，俄军在该地区取得了有限进展。视频显示，俄军在皮德杜布涅村升起了国旗。南线扎波罗热州，俄军在马里尼夫卡和卡姆扬斯凯地区尝试小股步兵渗透作战，但未能获得战术成果。赫尔松方向，俄军第104空降师试图消灭科林基桥头堡的乌军，双方爆发激烈战斗。
104空降师遭遇重创，该师兵员大多缺乏实战经验，且与俄第76、第98、第106空降师的战斗能力差距较大。乌军趁机推进，成功收复了2个战略性村庄，并缴获10辆俄军补给车辆。无人机袭击。7月7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本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石油炼制行业的核心企业，年生产能力达660万吨。袭击导致炼油厂的关键冷却塔和蒸馏塔受损。乌克兰情报局指出，伊利斯基炼油厂是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的一部分，因此此次袭击属于打击军事目标的范畴。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